富士康日前正式宣布退出印度合资芯片计划，与印度维丹塔集团的合资规模高达195亿美元。原本是富士康在海外的最大项目之一，原本也将成为印度的第一家芯片厂。但是1年半后，这一195亿美元的项目黄了。分析认为，这个莫迪最为看重的合资项目，最终却给莫迪的芯片印度本地制造计划沉重一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来看分析。 富士康的母公司中国台湾鸿海集团10号晚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与印度矿业集团维丹塔成立的价值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企业。声明说，富士康将移除在合资公司的名称，该合资公司现在由维丹塔完全所有。 声明表示，双方共同努力了超过1年时间，以期实现在印度建立芯片工厂，但一致决定终止这项计划。 此前，印度维丹塔集团7号已发表声明，称通过旗下控股公司接管与鸿海合资成立公司的所有权。维丹塔称将全力致力于其半导体项目，并已找到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印度第一个芯片工厂。双方声明没有说明鸿海退出的具体原因，但台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鸿海退出是因为担忧印度延迟批准激励措施。 2021年12月，印度政府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提供高达项目成本50%的财政支持，以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投资印度。目的是将印度建成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在此背景下，2022年2月，富士康与维丹塔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同年9月，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宣布成立一家价值195亿美元的合资企业，建设28纳米制成的12英寸晶圆厂及配套的封测工厂，厂址位于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该邦也被认为是印度政府行政效率最高的地区。富士康当时预计，印度项目在2025年左右开始运营。莫迪曾称赞富士康印度项目是推动印度芯片制造雄心的重要一步。今年2月底，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访问印度时，莫迪还与之会面。当时，鸿海集团的社交媒体表示，印度项目取得良好进展。照片还显示，莫迪与刘扬伟两人四手交错，笑容灿烂。莫迪其后也转发鸿海的这条消息，并补充说，与刘先生的会面很愉快。 但这份愉快持续的时间不长。4个月后的今年6月，美国彭博社曝光称，由于富士康印度项目没有达到印度政府标准，因此无法获得印方数十亿美元的补助，暗示项目难以推行。也有分析认为，印度一共才给出100亿美元补贴，不太可能提供数十亿美元给单一项目。 据悉，富士康曾有意引入意法半导体的技术授权，以满足印度政府制定的补贴要求。但此项要求满足后，印度政府要求合资企业拉意法半导体持股，但后者明确拒绝到印度进行实体投资。最终，富士康选择退出合资项目。 另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印度政府对于两家公司的举措非常不满，因此故意拖延批准激励措施。 印度政府虽然出台了一个所谓规模庞大一个激励计划，但是呢，其实设置了很多的技术标准啊。在富士康这个案例里呢，就是要求这个富士康和万丹塔的这个合资企业必须拿到先进的芯片领域的技术合作伙伴，或者你至少拿到28纳米的所谓的制造级别的授权。那么到目前为止，万丹塔还有富士康没有拿到这个授权，所以富士康对于未来 落实印度政府的这笔资金感到不乐观，因此最终决定退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富士康宣布退出合资项目之前10几天的6月23号，印度维丹塔方面突然发布消息称，公司降低了生产工艺标准，从最初制定的28纳米制程后退至40纳米。但该公司负责人当时表示，仍有信心完成项目。 Now that we have the blessing of the government, we're credible. And so when we talk to suppliers around the world, everybody wants to come to India. 印度政府也对发展芯片产业信心满满。印度古吉拉特邦镜报11号报道称，除了富士康，还有其他外国公司宣布要在印度建厂。上月，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就表示，将投资8.25亿美元在印度建设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工厂。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官员近日透露，美光项目的总投资将达到27.5亿美元，将于今年8月开始建设。印度政府确定将为其提供补贴，预计将于2024年底投产。
总部位于香港的英语媒体《亚洲时报》4号发表印度行业专家的评论文章说，印度的美光交易遵循一种奇怪的商业模式。在该项目中，印度政府将支付70%的成本，但美国公司拥有100%的股份。文章称，美光印度项目属于电子行业相对低端的领域，没有触及芯片设计和制造的核心技术。但颇令人意外的是，印度政府却向这家美国公司提供高额补贴，以获取低水平技术。印度本地财团也对投资芯片产业雄心勃勃。去年，印度塔塔集团控股公司塔塔之子董事长纳塔拉詹·钱德拉塞卡兰表示，塔塔集团计划未来5年在半导体产业中投资900亿美元，实现芯片的本土化生产。不过，观察指半导体行业依赖完整的产业集群，而印度本土产业集群薄弱，本土企业想要凭一己之力实现从无到有，恐怕并不容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对深圳卫视表示，富士康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宣布退出合资企业，为印度的芯片制造计划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我们知道，在这个领域，其实印度的技术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讲是一张白纸。那么有没有配套的芯片制造的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会决定了包括富士康、台积电，包括英特尔在内的所谓的全球大厂，是否真的会在印度的本土设立这个芯片的制造厂？好了，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富士康正式宣布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合资生产半导体的计划，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不仅仅是富士康一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苹果、英特尔在内的全球著名跨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项目都遇到了麻烦，都陷入了困境。只不过相较于其他企业，富士康采取的行动更为决绝。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苹果、英特尔这些跨国企业是在拜登政府主动挑起所谓对华新冷战，逐渐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扬言要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生产与供应领域内跟中国脱钩与去风险化，并鼓励以印度、越南为首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取而代之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纷纷跃跃欲试，准备大规模投资印度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卯足了劲，准备趁中国之危，承接部分跨国企业撤出中国后的产能，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芯片振兴计划。因此，以富士康、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投资印度遇到的麻烦，既是印度准备在制造业上赶超中国计划的受挫，更是拜登政府推行高科技产业链去中国化与经济上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在您看来，美国扶持印度、越南等国家取代部分中国制造业的计划，为什么最终进展的并不顺利呢？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是包括印度、越南、墨西哥在内的被美国寄予厚望、准备取代中国的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其一是中国有着大量深受儒家吃苦耐劳文化熏陶和影响，以及受过良好专业技能培育的劳工，这个优势你放眼亚洲，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找不到第二个。其二，不仅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已经基本巩固，而且中国产业供应链的完备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也是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远远无法匹及与超越的。第三，中国还有着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第四，即使是在投资软环境建设方面，虽然中国还有提升空间，但是相比较起来，它仍然要远远好于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这几大因素就注定了美国鼓励甚至是要求这些跨国企业撤离中国，转移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在择良木而栖，而是典型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逆市场化行为。以富士康、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印度的遭遇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么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跨国企业会转而投资印度呢？我刚才讲到了，这些跨国企业转而投资印度，实际上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逆市场化行为。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种行为近年来的确有发生了，
而且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趋势。这种现象当然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深思。其中原因之一，显然是跟美国近年来主动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所谓的意识形态新冷战有关。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印度、墨西哥则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跟美国相似，同时美国也在鼓励越南进行相应的改革。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模式下，拜登政府就想当然地以为投资在印度、墨西哥与越南比投资在中国要更加安全。这就是不少跨国企业准备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原因。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以富士康、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受挫，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就会返回中国。因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制造业基础比得上中国那么雄厚，但是拜登政府并不是仅仅扶持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几个国家来企图取代中国，而是准备在印太地区构建一条漫长的生产链，来共同取代中国。这条产业链从日本、北海道延伸到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最后延伸到印度等国家。因此中国还是不能掉以轻心。